人是很複雜的，而且每一個人都具備一個視覺性的極差。今天呢，我聊的東西有點黑，做好你的心理準備，就像我現在一樣，一半是陰，一半是明。這個視頻發出去能夠存在多久，其實我心裡也沒有數，保存一下，一定對你有用。如果說你听懂了我接下来講的話，你的生意、你的財富一定會翻倍。迷茫的人，你也可以迅速找到屬於你的方向。人一出生的時候，其實就是一場遊戲，但是絕大多數的人一輩子都看不懂這場遊戲的規則，也是成年人最隱蔽的一個認知的陷阱。其實縱觀或者橫觀看整個的互聯網，很少有人能夠把這個窗戶紙戳破，因為我講的這個事情太過于反人性，甚至說把你的三觀都給你顛覆掉。我先講4個字，叫做迷霧效應。這4個字就完全解釋了為什麼你從進入社會開始總是被假象所欺騙，為什麼總是被偽善人所拿捏心智，為什麼總是真心錯付人，看錯了這個人心。我給你還原一個最真實的場景，你瞬間就可以通透啊。在一個伸手不見五指的大霧裡面，前方有2個人同行，濃厚的這個霧氣遮擋了所有的一切，你根本就無法去判斷2個人的人品、動機和細節，你根本就看不到，只能看2個人影。這就是普通人與生俱來的一個視覺的盲區，這叫做迷霧效應。那麼正當你難以分辨是非对錯的時候，其中有一個人突然站在了你的面前，情緒非常的激昂，義正言辭的指着另一個人和你說，他圖謀不軌，心懷不軌。那麼當你看到這一幕的時候，各位，你告訴我你什麼心情？絕大多數人的注意力立刻被他的情緒所帶動，所有的防備、所有的猜疑全部就集中在被指控的這個人身上，你就会下意識的去認定、去指責被指責的這個人心懷鬼胎，無論他做的對還是不對，無論你認識還是不認識。可是大家就是在這個點很容易犯下一個致命的錯誤，所有人緊盯的是什麼？就是被吐槽、被懷疑的這個對象。那麼你徹底忽略了主動跳出來那個人，審判他的那個人，你忽略了他，這就是迷霧效應最可怕的地方啊！誰的情緒更激烈，誰的嗓門更大，誰敢於公開去評判別人的對錯，誰就能夠輕易的搶占這個道德的制高點的頂峰，佔領這個高地，講別人。那麼周圍底下所有的旁人都會覺得他是好人，他是對的。就這套邏輯，他不管是你上班打工，還是做生意，乃至你做自媒體，還是跟日常人去打交道、去聊天，到處都能所見。你好好的用腦子想一想，很多本分老實的人都想安安穩穩的過個生活，但是全部栽到了這個坑裡面。我可以跟大家講啊，我做自媒體就2年的时间，我在這個自媒體上學到的人性的規則，甚至超過了我8年經商積累下來的所有的經驗。我做生意可能不會跟人打交道，但是我學了2年自媒體，我完全學會了人性怎麼去打交道，比人和人交流它更複雜。我之前直播的時候，就很早之前做的什麼生意我就不講了，我也曾經非常熟練的使用這個手段，在直播間去公開的去點評所有的同行的短板，就是大言不辭啊，不慚啊，名正言順啊，言語都是鏗鏘有力，道理說的是面面俱到，很快就塑造出一個清醒敢言的一個樣子啊。我跟大家講，要不是我的賬號現在做起來了，我才不會講呢，我也不會分享啊。幸虧我這個人沒有人設，我想講什麼就講什麼，不然我估計講完就得塌房了。當時我心裡我記得是我門清楚這其中裡面的套路，就借着批判別人的問題，批判他人的不足，順勢抬高自己，給自己做一個包裝，一身清醒正義的光環。
那直播間大眾的能量和大眾就是所認可我講的這個觀點，都覺得我敢說破真相，敢說實話。我這輩子都不會忘記裡邊有一條評論，我記得這個網友在這個評論區給我留了一個很簡短的一句話，他是這樣說的：你不斷的指責別人，不代表你本身就是一個好人。我看到這句話的時候，我腦子裡就猛然的清醒。我怎麼想的？我說這個人比我更懂人性。所以說我今天說的話就是一半陰一半亮我今天把最核心的真相給大家講出來，一定要牢牢的記住，不要覺得一個人剖析別人足夠的犀利，指責他人的時候慷慨激昂他自身就是多麼的高尚通透。現實我跟你講都是相反的，一個人能夠精準的看穿自私、虛偽、算計，很少是單憑這個憑空的想象就能夠想出來的。更大的可能性是什麼？是他自己親身經歷過這些事情，心裡有過這樣一樣的這種執念和自私心但是呢，他不曾體會這種如果說这個人他不曾體會到就是這個虛偽的人，或者說他不懂這個自己是虛偽的人，他就很難去識別這個虛偽。他不曾滋生過這種貪念的人，他是看不懂人性的這個貪婪。就是你能夠一針見血的看出別人身上有各種各樣的問題，我跟你說白了，這類心思你打心底裡邊這個人肯定也曾經有過這樣的經歷。看人看得比較透徹，不代表你出生以來就沒有任何的缺点，只能說這個人走過和這個人一樣的路，各種各樣的難處和各種各樣的慾望他全都親身經歷過我還沒有入局自媒體的時候我就習慣把所有的不滿、吐槽、不公我全都發在朋友圈。但是我現在朋友圈幾乎是我都沒開通就是之前就是我極度的去反感這種两面三刀就是圓滑世故的這種人，我很煩這種場面和這種人。那時候我就单純的覺得我自己才是真正的純粹单純做個好人然後我才無法去接納這類人。但是慢慢的醒悟過來之後，復過盤之後，我就會發現我之所以一眼能夠識破別人的偽裝，源自於曾經我也學會過去迎合討好或者說心口不一，體會過內心這種極致拉扯的這種滋味，我才能夠輕易的去分辨出別人到底是真情還是假意。我記得我3年之前我參加過一個博主的訪談，我記得特別的清楚，有一個女生談起這個親密關係的時候，她說自己從來不會強求另一半我記得非常清楚，也不會索要這種額外的關懷、高額的回報，不去奢求這個不屬於他自己的這種偏愛他的言語非常的篤定，看起來就是早就已經釋懷這件事，不去強求任何的東西。但是當我聽完之後，我的心裡就立刻有所察覺，如果他從來不曾期待過這些東西，他根本就无法清晰的把這些東西全部羅列出来，列出来之后，对吧？表示他自己的訴求。人是不會持續的就是留意自己毫不在意的事情的，你想想是不是這樣的？你不在意的事情你不會留意的，更不會為了從來不想要的東西而散發出強烈的這種情緒。也就是說他嘴上說的是順其自然，其實他是一次一次落空之後逼着自己放下，口中所謂的無所謂，其實就是藏着長久的求而不得的委屈罷了其實職場上也是這個樣子的，不少有同事在底下或者說私自去吐槽自己的夥伴急功近利，再或者說這個為了功名然後呢為了這個提成去內卷，拼命的爭搶資源。可是長時間觀察之後，你就會發現天天吐槽別人內卷的這群人，私下裡他加班比誰加的都樂，別人11點下班他1點恨不得都不下班，他的心裡更想要這種高額的收入，他更想要能夠拔到更高的位置，卻不願意大大方方的去承認自己的野心。
哎，這個光正好哈，正是我今天講的人性的陰暗面，一邊亮啊，一邊暗，对吧？所以說他只能靠着去貶低自己的競爭對手，平衡自己心裡的落差。那麼一邊想要這種更好的發展的機會，一邊去打壓努力正在往上走的人，靠着旁人的讚賞誇獎安撫自己內心壓抑已久的這種的欲望。那很多人一輩子其實都走不出这種內心極限的拉扯当中。除此之外哈，拿捏別人的情緒啊，會給他帶來這種隱秘的快感，其實大部分人都不願意直面去面對。我認識一位在這個企業裡邊做中層的管理者，也不算高管，就是中層的管理者。他這個人特別的清楚怎麼去利用這種情緒去拿捏他自己的下屬和手下，能夠精準的預判到這個員工的焦慮和自己的害怕，並且拿捏住他的心理。後來我就是想盡一切辦法，我靠近他，我就跟他去聊天，我確實也問到了一些有用的東西。就是他之所以精通這一套完美的博弈的情緒拿捏這個員工，早年他在職場長期打工的時候，就是被這種上級無限的打壓，一直處於這種被動無助的這種狀態，長期承受着各種的精神的壓力和自己所有的不堪的经歷，讓他就摸透了掌控情緒所有的办法啊。也就是说他经歷過這些事情，他才能看懂別人這些事情啊。那麼更加值得警惕的是什麼？就是曾經遭遇過傷害的人很容易不知不覺複刻這種傷害別人的這種方式。所以說你一旦擁有了左右他人的這種情緒的能力啊，或者說看着对方的慌亂妥協，主動的退讓，就是這種能夠掌控一切的感覺，會帶來一種隱秘的滿足感。這就是人性陰暗的地方，就是我的這一面。人性陰暗的地方就在於這裡，我們既有可能是被別人所拿捏，承受這種委屈的一方，也有可能在某一個瞬間變成掌控他人情緒的這種人，這就是陰的一面。很多文學作品啊，他喜歡這個素描也好，他喜歡描寫這個人性的陰暗面，對吧？其實就是因為直面心底藏起來的這種慾望，能讓人更看清楚現在最真實的自己，瞬間能夠讓你豁然開朗。我講到這兒，我不知道你豁然開朗沒有。所以說你能夠弄懂這個迷霧效應，你就能夠一眼就能看出這個生意人是刻意打造出來的正義人設啊，或者說是一個真正正義的人，或者說是一個陰面還是一個陽面。之前我合作過一位老板哈，剛開始我們談合作的時候，我記得非常清楚。他在我公司樓下上樓的时候，他主動跟我講了一件事。他說他在地下停車場看到兩個客戶因為一個車位進行鬥毆吵嘴，他沒有上前摻和，擔心自己被牽連。我當時聽完這件事之後，我感覺這個人可以合作啊，不愛多管閒事。但是我合作一段時間之後，我通過他身邊的人，這種圈內的人去了解啊，或者說通過別人的評判，我就會發現這個老板眼裡只有自身的利益，向來不願意摻雜和他自身無關要緊的這種閒事和破事。見義勇為這件事他從來根本不會去參與。那麼這個故事是他為自己提前說好的一個說辭，並沒有真正發生過，他只是用來塑造自己這種正直的形象，降低合作方對他的心理的戒備。那麼不少精明的人啊，他會熟練利用我講的這個迷霧的效應，靠着打造正義的人設，用着最低成本的這種換取別人的這種信任，方便自己達到自己想要的這種目的。真正能夠看透的人，他不會隨意去評判他人，更不會着急去到處宣揚自己的正直和善良。越是不停地證明自己的三觀有多麼正啊，總是挑別人的毛病的人，他心裡一定藏着有很多不敢就是正视的這種的慾望。天天盯着別人的短板吐槽的這種人，自己身上多半也存在同樣的問題。總喜歡站在道德的層面指責別人的人，最擅長的就是偽裝和權衡利弊，包括男女之間的關係。人性根本就不存在絕对的這種非黑即白，每一個人看待這個事情都會有局限性，心裡邊也會藏着各種各樣的執念和自己的慾望。所以說你能夠看懂某一類人的想法，大概率你曾经也是相處於同樣的處境。你可以精準的點出某一種人他的心理的弱點，人性的弱点，那代表你曾經和這份弱點也對抗過。所以說千萬不要被這種慷慨激昂的說辭所蒙蔽你自己的雙眼，不要輕易被道德的表演帶動你自己的情緒。看到兩個人發生矛盾之後，別急着跟
個人去站隊，不要輕易的站在一邊。大霧籠罩之下，安安靜靜的不說話，未必他是一個壞人。第一個跳出来指責別人的人，也並不一定代表他堅守的是正義。所以說，讀懂這套人性的底层逻輯，你就能夠避開大多數人實際的圈套，看透所有人的偽裝，你就不会輕易的被別人用情緒牽着你的鼻子走。不管是你日常做生意還是日常的社交，你都能夠活得非常的情緒非常的稳定，減少沒必要的內耗啊！不要單憑對方的一面說辭就急忙下這個定論，沉下心來之後等待真相浮出水面。那麼當你不再輕易被这個迷霧效應所干擾自己的判断，看人看事都給自己的腦子思考的時間，那麼做錯的決定的次数就會大幅的減少，不管是賺錢還是維護身邊人的人際關係，都會走得更加的平穩，跟更加的長遠。OK， 我講完了，重點來了，我這個視頻有2個視角，第一個視角是你能夠讀懂了我講的這件事兒，如果你是這樣的，那麼恭喜你，你的事業你的人生會非常的順，因為你看懂了人性。第2個視角，暗面，你能夠運用這件事兒，那麼你就可以發財了。對於怎麼運用，每個人的觀點都是不一樣的，每個人的想法都是不一樣的。你可以把阴的一面，你的想法打在評論區，如果不對，我會告訴你。